大家经常会想一个问题：为什么比亚迪在美国明明有工厂，但造的只是电动公交车和卡车，却迟迟没有乘用车工厂？更奇怪的是，美国允许比亚迪的公交车跑在洛杉矶、加州的街头，却不让比亚迪秦、宋、海豚这些热门乘用车卖给普通美国人。而与此同时，日本的丰田、本田、日产，还有韩国的现代、起亚，却能在美国畅通无阻，甚至成为当地人的常见选择。表面看，这似乎不太公平，但背后其实有着一些深层原因。比亚迪早在2013年就在加州兰卡斯特建了工厂，不过生产的不是秦 Plus、宋 Pro 或汉，而是电动公交车、卡车和特殊用途的商用车。为什么选择这一块？原因很现实，美国尤其是加州有明确的公共交通电动化目标，政府要求公交系统逐步实现零排放，并且提供补贴资金，这和乘用车市场完全不同。公交车是政府集中采购，一签合同就是几十辆甚至上百辆，订单稳定，投资容易回本。比亚迪只要满足技术标准和价格要求，就能顺利中标。而如果是乘用车，就要面对千万的个人消费者，得建庞大的经销商网络，做售后、打广告，还要和特斯拉、福特硬碰硬。对于比亚迪来说，在美国走公交路线更稳，也更容易拿到成绩。美国之所以可以让比亚迪的电动公交车进入，却始终对比亚迪的乘用车关上大门，背后其实是一整套环环相扣的政治与经济逻辑。首先是政策与补贴壁垒，美国对进口电动车征收高关税，而通胀削减法案又规定，只有在北美生产，并且电池原料符合特定来源的车型，才能享受最高可达$7500的联邦补贴。补贴在美国电动车市场几乎是决定销量的生死线。如果比亚迪直接从中国出口电动车，除了要支付25%甚至更高比例的关税，还要承担运输和合规成本，价格一叠加，很可能比特斯拉或通用的同类车还贵。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，比亚迪在终端市场的价格优势基本被彻底抹平。这样一来，哪怕以极低毛利销售，也很难和在美国本土生产的特斯拉、通用或日韩车竞争。更深层的背景在于美国对数据合规、供应链合规与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的长期关注。以加州兰卡斯特的电动公交项目为例，公交属于地方公共服务采购，运行场景相对集中，数据类型清晰，监管路径较成熟，因此在满足相关合规要求后能够推进。而面向个人消费者的乘用车涵盖车联网、高精度地图、终端语音服务等更复杂的技术与数据处理，准入审核通常更严格，流程更长，涉及更高标准的本地化与合规要求。这并不指向具体的不当行为判断，而是基于风险预防和合规管理的常态化做法。还有一个更直接的考量是产业保护。电动车已经被视为美国汽车工业的未来，特斯拉是标志品牌，通用、福特等传统或新兴车企都在压上转型的全部赌注，让具有强大成本优势的中国品牌大规模涌入，等于把本土市场的就业和利润拱手相让。比亚迪公交车的进入对美国本土车企影响有限，反而能帮助地方和城市在碳减排任务上交差，因此可以容忍。但面向普通消费者的大规模乘用车入市就不同了，那会直接削弱美国车企的核心盈利和市场份额。因此在美国看来，允许比亚迪的电动公交车进入，是为了解决公共交通电动化短板，也有助于完成减排目标，而禁止比亚迪的乘用车，则是守住本土产业和国家安全的双重防线。这种表面矛盾实则自洽的策略，使得同一家中国企业在同一个国家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策待遇。这里就要对比日本和韩国的情况。上世纪70、80年代，日本车进入美国市场的时候，其实也引发过严重摩擦。当时美国工会抗议日本车冲击了底特律产业，美国政府也施压，最后通过广场协议和自愿出口限制，让日本车企控制出口数量。但日本车企很聪明，他们选择在美国本土建厂，丰田、本田、日产纷纷在美国南部和中西部设立工厂，雇佣了数以10万计的美国工人。久而久之，日本车不仅卖得好，还创造了就业和税收，美国政府也就乐于接受。韩国车企也是类似的逻辑，现代和起亚在美国的起步比日本晚，但同样在阿拉巴马、乔治亚等地建了大型工厂，还在电动车领域规划新工厂。这意味着美国消费者买到的现代 Ioniq 或起亚 EV6 很多其实是美国本土生产的。对美国政府来说，韩国车企不只是外国车，更是美国就业贡献者。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，政治关系。日本和韩国都是美国的盟友，政治上高度捆绑，
无论是日本的丰田还是韩国的现代，都不会被美国政界怀疑会收集敏感数据。相比之下，中国是竞争对手关系，美国天然会防范中国企业，于是就出现了鲜明的对比。日韩车企在美国不仅畅通无阻，还成为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丰田凯美瑞、本田思域、现代伊兰特、起亚索兰托，这些车几乎是美国街头的常客，而比亚迪却只能造公交车，乘用车几乎没有进入的可能。这背后其实反映了2点：一是中国车企和美国产业没有形成深度融合，没有像日本、韩国那样在美国大规模建厂创造就业；二是中美政治关系紧张，美国政界不会给中国车企信任。换句话说，美国欢迎的是能帮我创造就业的盟友企业，而对中国竞争者采取的则是防御甚至封锁。美国对比亚迪的态度其实就是一句话：公交车可以进，帮我完成环保任务；乘用车不行，会威胁到我的产业和安全。而日韩车企之所以能在美国畅通无阻，是因为他们通过在美建厂、创造就业、缴纳税收，成为了美国经济的一部分。加上日本和韩国是美国的盟友，政治上有信任，数据安全不被怀疑，所以待遇完全不同。这背后不是单纯的市场规则，而是政治与产业博弈。比亚迪和中国车企要想真正进入美国乘用车市场，不仅要解决价格、补贴和工厂的问题，更要面对更大的地缘政治挑战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别忘了点赞和关注，下期精彩继续，我们不见不散。